当初是在台湾复校，我是算第一届，当时的系主任，基本上他是学商的，他是成大学商的，所以基本上他也不是在交通运输这个专业里面。一般规定进来45个人，后来真正毕业的时候是44个，因为转系，所以在我们老师并没有很充分在这个专业里很充分的情况之下，学校又是一个比较小的学校，我的大学生活算是很平静的。第一份工作当时是订到了交通部的运输计划委员会，也就是现在的运输研究所的前身。我进来的工作，当时政府希望推动台北市的捷运系统的，最后他们评选型引进来是英国的顾问，所以在几乎2年的这个期间里面，我是一直跟英国的顾问在一起。这个机缘让我到英国去学习，在英国学习的期间，我还是在铁路方面，然后回来之后没有大概2年的时间，台湾就开始了高速铁路的这个推动。除了它的系统技术相对于其他的铁路工程是比较高一阶之外，重点它是采取了民间参与，就是 BOT 的方式。最重要一段，我们在新建过程之中所强调的一日生活圈，就是你今天可以在一天里面搭乘高铁，然后很轻松的在当天之内回到家，甚至在更短的时间。不管工程面、法律面、财务面、地区的开发发展，这些事情都因为跟高铁息息相关，所以这也让我很幸运，也有这个缘分，不但参与，而且完成了这个工作。刚刚开始营运的时候，其实营运的状况不是很好，因为他也碰到他经营上的一些困难，运量没有办法提升，所以他的营收就没有办法去偿付他的营运成本之外，他原来的投资成本，这个几千亿的投资成本也要这35年收回，所以中间曾经涉及到高铁公司诚挚希望跟政府谈判，把他希望终止这个合约或等等，结果把35年的合约变成70年的合约，所以现在已经变成70年。突然一下子，高铁的运量就升起来了，所以不单是高铁的投资获得改善，它也赚钱了。当时在交通部辖下面有2个单位，原来的去做铁路地下化的这个单位改名叫做铁路改建工程局。高铁完成营运之后，原来当时从我们的筹备处后来也改名叫做高速铁路工程局，不过他们2个的局的业务其实是分开来，完全没有重叠。后来2个局合并之后叫做铁道局。虽然专业里不同，但是土木工程就土木工程，机电工程做机电工程，可是土木工程里头又有不同的这一块。最重要是不同文化的人，或者说对一些政府机关里面工作流程大家的认知不同的情况，要合并成一个单位，这是很复杂，所以差不多7年吧，这2个局合并让业务能够推动。我觉得对现在的学校的我们学弟学妹来讲，他们现在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比较前面的一些学长学姐带领他，告诉他们这一条路应该是怎么走。你如果在学校这个期间能够得到更多学习的这个机会，而这个机会透过我们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来告诉你，我觉得会让你后面的路会走得更顺畅。交通运输这个领域里头，绝对不是从课本上去找东西，一定要跟生活上去结合起来，所以绝对不是待在学校这个领域就可以单纯的去了解。
你如果更早有机会了解，实际上投入去做运作相关的工作，你在这个交通运输会得到的回馈跟得到的成果会更丰富。